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让这棵紫式部出来露个脸吧。当开出第一朵花的时候，哇，好激动啊！于是举着它各种拍照，但还是强忍着没有发视频，想等它多开一点花的时候，忍到今天终于忍不住了。好在已经有4朵花了，花和花苞一起看看，也挺不错的。紫式部这个蝴蝶兰品种是2006年由台湾人陈志强培育并注册的蝴蝶兰品种。最初它的中文名是叫志强兰，但这个花到日本之后呢，被日本叫做紫式部。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日本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叫《源氏物语》，紫式部就是《源氏物语》的作者。大概这些清丽雅致的小花让日本人觉得它有紫式部的气质吧。之后呢，紫式部这个中文名字就变得更知名一些，所以我们就也叫它紫式部吧。紫式部这个品种呢，一年可以开不止1次花，而且呢，出不止1个花芽，每一枝花也会比较多，但是花个头比较小，一整朵花的尺寸大致跟那种常见的大白花的花心差不多吧。紫式部有没有香味呢？我上网查的结果是这样的，有的说有，有的说没有。那我手里这个呢，我闻了一下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闻到。当然也可能跟刚刚打开不久有关系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我最近一直有点感冒，鼻子大概也不太灵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会在静姐蝴蝶兰那个频道里发一个关于紫式部的视频，因为需要把它收入在蝴蝶兰档案那个系列里面，到时候看看有没有香味吧，会在那个视频里再说一次。而且到时候花应该也会比现在开得多一些。紫式部的叶片跟其他蝴蝶兰比起来是比较窄的，窄长的，而且跟其他的蝴蝶兰比起来，我感觉它的叶片相对怕晒一些。我这棵紫式部买的时候还是小苗，我也没有把它拿到户外去晒，只是放在我的那个花架上。架子上我不是后来加了一个植物灯嘛，有一段时间可能它离着那个灯有点近了，看有一片叶片就晒坏了，后来我就把它挪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在对紫式部的养护方面，除了刚刚说的不要离着补光灯太近以外，其他的倒也没发现什么太特别的，大致就是参照一般的蝴蝶兰的养护方法来养护。至于它的开花，前面不是有说它一年可以开不止1次花，但是它更喜欢在春季出花芽，所以夏季开花。如果一年当中它只开了1次花，更可能是在春末、夏季或者初秋，也就是比较热的时间段开花。我这棵是自从买回来之后第一次开花，这个花梗实话实说不算太长，希望下次可以更长一点。但它出了2个花芽，长了2个花梗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品种本身就是喜欢出多花芽的。紫式部在蝴蝶兰界属于蓝色花，但是呢，这个花的颜色与其说是蓝色，其实更像是紫色。蝴蝶兰花的颜色，因为它自己基因的问题，就没有我们平时说的那种蓝色的蓝色，所以像紫式部这种蓝紫色就已经是蝴蝶兰花里的蓝色了。您看我跟我其他的一些紫红色的花对比，紫式部算是有点偏蓝吧。所以当说到蝴蝶兰的花说它是蓝色的，最多也就像这样，至少目前来讲，最多也就这个色儿算是蓝色的。至于未来蝴蝶兰育种专家们能不能培育出真正的
蓝色的蝴蝶兰花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而这个紫式部把它当做蓝色的花也好，紫色的花也好，都无所谓，漂亮就行啊。好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